张月霞这段鲜为人知的经历，让我们看到战争的残酷性远超人们的想象。张月霞当年和战友们是光着屁股打赢了越南军队，荣立一等功的。大家好，我是大卫。这段时间人们都在议论张又侠上将军委副主席怎么也被这个老习斩于马下了。现在恐怕是要关到死了，本身都已经76岁了。一直以来，在国外的媒体，尤其是中文媒体，他是政变的主角。那人们就问，为什么不是其他的军委副主席搞政变呢？为啥一定是张又侠呀？有一条，他确实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实战派将军，不是那些搞政工专门搞整人的。今天呢，咱就揭示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当年在对越自卫反击战战场上，为什么他和战友们必须得光着屁股打仗？不然你根本就活不过第二天。时间轴呢，应该是拉到2012年，就是我背景这个照片。你看，当年他63岁，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因为当时接待他们的史迪威将军美国人，他发现中国将军里只有张又侠一个人是真正打过仗的，这种威严别人根本装不出来。他要是一说话，周围人都得直直的听着。为什么？在军队尤其要讲究资历和实战，人家一天可是发射过13000发炮弹的人呐。那我们就来说一下2012年当地的美国将军就发现他对美军枪械特别感兴趣，尤其指出来了当时那个 M240超过中国的那个81自动步枪，人们就觉得这确实不是盖的。今天呢，咱们就来还原一下1984年的4月28号，那中共的军队和越南军队打仗，为什么一定要光屁股？我们必须讲一下中越的地形和地貌，尤其是气候，阴暗潮湿，这些人都在摩尔洞里待着，常年阴暗的情况下，它会滋生霉菌。你要是馒头的话，当天就会长毛，就不能吃，他们只能吃压缩饼干。你想人体如果穿着衣服阴暗潮湿，一天它就长毛，在战场上怎么可能天天让你洗澡洗衣服啊？所以在当地打仗的，无论是中国军队还是越南军队，只要在摩尔洞，基本上是一丝不挂，连内裤都不用穿。为什么呀？因为在医学上空气是天然的干燥剂，你就不长霉菌了。因为确实有一些战士在长霉菌以后发生了烂裆，然后呢是烂嘎吱窝，只要出汗的地方有衣服，一定是长毛。所以他虽然是贵为团长，但是周围的通讯兵，你只要是钻摩尔洞的，统一都是光屁股。那打起仗来呢？打起仗来，你只能是光着屁股装炮弹，光着屁股是上子弹膛，身上只有子弹袋，没有别的。当时有很多照片，我就不方便跟你说了。实际上，除了这个阴暗潮湿之外，那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蚊子。你想，阴暗潮湿的摩尔洞里，蚊子它们这被称之为直升机是又黑又大，光屁股怎么防蚊子每天往身上擦中药和花露水才能够防蚊子，实在不行，干脆就擦白酒。那我们说一下，张伟霞除了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他身先士卒，更重要的是，人家把仗打得也很漂亮。先说2场最著名的仗，一个是4月28号的攻城，老山前线有一个主峰那是双方争夺的重点，有一个次主峰叫662高地也叫那个松毛岭。当时被越军攻占着，中共如果你想拿下来，必须得强攻，其他部队根本就没攻下来。为什么？因为人家是居高临下。张伟霞他想了一个办法，毕竟也是张宗逊的儿子他爹也应该给他讲过很多这种围点打援的事儿，所以他想了2个办法。第一个，
他用当地的喀什地貌和悬崖，人们一丝不挂，只背着手榴弹和这个子弹袋，爬过了悬崖，斩断了越军的后路，导致对方的补给中断。你连什么吃的、喝的、什么弹药全供不上，先把敌人的后路切断。第二呢，它叫步炮协同，而且这个炮啊，更多用的是加农炮和山炮，直接轰击对方的炮眼。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他当天就完成了阵地占领，别人没干下的事儿，他干成了，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露脸的确实是生死线。既然说越方把这个重要的阵地丢失了，副参谋长那是越方的，就决定必须得把这个阵地拿下来。当时他纠集了5个团，再加一个特工团，合计6个团，要开始对这个662进行冲锋。他也想给这个共军来个包饺子。那这也是张友侠一生作战中的高光时刻。当天啊，他亲眼见到了1万多发炮弹发出去，这炮管啊都烧红了，战士不得不往上撒尿才能给这个炮管降温。那我们说一下，在中共方面，他已经看到了对方几个团要来包抄自己，但是张友侠呢也没慌，他向后面发出了他自己的一个想法，就说我们首先把前方的根据地分成2个，一个叫死区，一个叫活区。什么叫死区啊？就是炮弹的着弹点，然后呢在地图上画出来。那你说这敌人乖乖的去吗？不，因为啊有一些游击的部队啊，你开始用火力让他们往这个死区赶，所有的火区必须往那儿赶，赶到一定的数量以后，在这儿啊就涉及了一个高科技运用了。那时候越南军队更多的是苏联的装备，而中共方面已经从英国买来了先进的雷达，以及和英国和美国一些企业合作，中方生产的这个激光测距仪。那时候可属于是最先进的武器。它在地图标出来以后，而且用美方的飞机啊，那可是84年啊，已经有了计算机系统。原来炮兵需要5分钟标出来坐标，它几秒钟就可以完成。那结果呢是越方只要真正进入了死区啊，就自动触发，被激光错距识别，然后炮弹就开始猛招呼。根据数据啊，当天就杀死了对方是3000多人。作为张友侠当时的团长，一个人看着3000多敌军死亡啊，我想在心理上这是一个极大的震撼。这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了，他也能知道战争的残酷性。好，7月12号那天，最终的统计消灭对方的是3000多人，中共打来是12600发的炮弹，这个炮弹各种类型的，最后啊，炮弹皮子都堆起来1人多高啊，然后呢，炮管都已经发红了。那战士怎么办呢？你不能停下来啊，越军的敢死队的往上走，只能是往上撒尿，大家轮流往那炮管上撒尿，或者说把那个棉被泡湿了以后啊，放在炮管上，才能完成这个降温。我们来总结一下，7月2号那天，他把已经拿到的阵地啊守住了，而且是以少胜多，这就是张友侠荣立了1等功的最辉煌的712战绩。于此啊，他也升任了这个副师长，在以后呢是升任师长，因为他的学历只有中学的水平，后来呢又进了解放军的院校深造，才正式升任了师长。从这个成都军区到沈阳军区啊，又到其他的地方，最后才到了军委。你看人这一辈子混到了总装备部部长，管全军的武器装备采购，然后呢又成为了军委第1副主席，管所有的作战。但是啊，2026年这位功勋卓著的将军，于是啊被这个政治上斩于马下了，现在是身陷囹圄。我想他在狱中的时候，可能也会想起当年他在30多岁的时候，在前线和战友们光着屁股装炮弹，光着屁股开始这个上子弹的时候，那是何等的站在生死线的徘徊。
但现在啊，也许他能睡一个安稳觉了。岁数大了，76了，你还能咋这样杀人不过头点地吧？所以让我们总结一下，人生有时候是不能规划的，很多事情个人努力很重要，也要看历史的进程。关于这段鲜为人知的经历，您有什么观点？欢迎在留言区留言，咱们共同来探讨。咱们下期再见。